第三次世界大战到底会不会爆发？那如果真的爆发了，导火索会是什么？那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将会使用棍棒跟石头。其实按照现在我们的科技和人类目前的武器来说，已经可以毁灭地球文明在内的所有生命了。那核武器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对吧？但就算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专家认为战争的形态是可以发生变化的。不管武器再怎么先进进步，那它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人的欲望，包括资源的竞争和权力的斗争。那此刻距离爱因斯坦说这句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76年。那现在很多人都预测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可能是因为水源，这也就代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了。大家好，今天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会爆发吗？那人类会不会走向灭亡？其实从有文明到现在，世界大战这个词儿只出现过2次。首先是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他们的太子斐迪大公在视察的时候就被一个塞尔维亚的小青年给刺杀了。那在这个时候的奥匈帝国就开始怀疑一切的背后黑手都是塞尔维亚政府支持的。那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就用这个事当作借口，在7月28号正式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其中的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是盟友，而俄罗斯跟法国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德国呢就选择支持了奥匈帝国。那现在来看，这一次战争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小事才演变成了欧洲大战。但当时的欧洲，它在亚洲和非洲都有大量的殖民地，那大哥动手了，小弟自然也不能看着，对吧？那最后就发展成了全球性的世界大战。而美国作为中立国，本来是靠着卖点物资或者武器什么的赚点小钱，不想参战的。但德国的潜水艇开始无差别的攻击商船，也正好给了美国参战的借口。结果一战的总死亡人数差不多是在1500到2200万人左右，甚至比一个国家的人还多。而就在凡尔赛条约签署了之后所有的领导人都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有战争了。但没想到的是，德国在战败之后，因为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嘛，让国内的极端势力纳粹党竞选上台，用闪电战入侵了波兰之后，开始席卷整个欧洲，引发了第2次世界大战。同时在亚洲也爆发了中日战争。那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再一次找到借口参战。接下来就是全日本永远的伤痛，胖子和小男孩直接摧毁了全民玉碎的想法。那这一次的战争直接导致了全球的死亡人数达到了7000到8500万人左右，是当时世界总人口的3%。那现在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可以分析一下2次世界大战背后的原因。那第一次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扩张引发了全民主义狂热，各方势力为了利益开始结盟。而第2次是因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动摇了对民主的信心，让极端主义开始抬头，尤其是日本为了抢夺资源开始入侵亚洲。其实从1945年结束到之前的新冠问题又开始让全球不断的发生摩擦，比如从美苏冷战开始到200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2023年巴以战争再度爆发，2024年美国主导空袭也门，伊朗也开始进攻以色列。那虽然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很安全，但战争早已经开始在全球蔓延了。甚至有一些专家就开始预测，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波罗的海3国跟台湾会成为全新的战场，到时候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也一定会被牵扯进来。那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人觉得此刻就是2战之后距离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最近的时刻。那其实从2025年1月28号，根据全球的局势，原子能科学者协会就发布了末日丧钟。那今天我们就按照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作为起点，去模拟推演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战争又是怎么从一个小地区的冲突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世界大战的？那模拟的大概剧情是，以色列发现了伊朗已经把核弹头装在了远程导弹上，那被吓懵的以色列就只能去求美国帮忙摧毁伊朗的核设施。
但人家美国是商人嘛，自然是利益第一，不想直接动手，但是可以卖给你导弹，让你们自己去打就好了。但如果以色列真的敢动手，那些跟伊朗关系好的组织啊，比如哈马斯、真主党，马上就会用导弹轰炸以色列，接着双方就会出现报复性的打击，造成更多的伤亡。那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以色列的防御系统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那伊朗就会继续的攻击以色列的核设施。那在这个时期啊，如果以色列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就会再一次的去找到美国帮忙。那如果这一次美国还不动手的话，那以色列应该会单方面的使用核武器。所以按照模拟的数据显示啊，以色列可能会一次性的发射50枚核弹头，目标是伊朗境内的25个军事基地。那现在问题来了，因为这些基地里还有很多俄罗斯的军人，也就是说一旦这些俄军被轰炸了，他们一定不会忍，对吧？再加上伊朗也被核打击了，也不会有任何的犹豫，马上就会进行核反击，去打击以色列国内的军事基地。那这个报复行动啊，可能会炸到美军的装备。那基本上来说，到了这一步，就是美俄全面的战争开始。那之前的视频里就讨论过，全世界的大国都有相互确保摧毁的概念。那如果在这种理性下还用使用核武器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相互确保摧毁，它的意思是啊，我有核武器，你也有核武器。如果你要先动手的话，那我一定会反击。虽然利益很重要，但如果命都没有了，其余的就都不重要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敢玩，都玩不起，自然也就不能去发射核导弹了。那甚至可以说，从二战之后，世界和平靠的就是这个想法去维护的。那想一想，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已经被打得马上就要灭国了，换作是你自己都要结束了，还会在乎其他人吗？那第一个想法一定也会是同归于尽，对吧？所以现在想一下，为什么人想要上火星，想要太空殖民，建造太空城市，也许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视频啊，有聊过这些话题。那最后爱因斯坦说，第4次世界大战只会剩下棍棒和石头，就是因为第3次世界大战会摧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切。